我很多朋友都是 Seventeen 的粉丝，所以我现在来帮他们抽一个。但是我抽到的是金敏可，我的蛋就是我的，是金敏可。大阪就有这间饭店，只要在 check in 之后，就可以在他们的自助吧无限的喝饮料，可以喝到半夜都可以。这间饭店一个晚上双人房的话，人均是约1000块，比京都稍贵一点，但其实还是很便宜。然后一样，他们的备品也是全部供应在1楼。比起京都，我更喜欢这间饭店的一点是，它有提供泡汤粉，而且还提供了2种不同的香味。然后其他像是洗面乳、卸妆油、咖啡粉、刮胡刀这些也都有提供。房间的部分大致上跟京都长得很像，就是一张双人床，然后没有太多空间。厕所一样是有免治马桶和配一个浴缸。把行李放在饭店之后，我们就准备要搭一站去南波吃我们的午餐。这里很像整洁版，然后空气比较好闻的版本的北车地下街。这个是你的衣服？对，这件是我的衣服，而且它的价格也是我 OK 的。这是本店在指原的恰家古力塔，但是我们昨天去的时候，他说已经不收客人的客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大阪百货公司里面吃它的分店。它最有名的是它的亲子冻，而且它的一个亲子冻里面会加3颗蛋。哇，3颗，它里面有2颗，第3颗。Very hot. OK, thank you. 它有桌边服务帮你搅拌。他们的烤鸡串非常好吃。吃完午餐之后，因为高岛屋里面的专柜比较不符合我们的消费需求，所以我们就走到在旁边的南波 City 逛街消化。进到南波 City 之后，第一间店去的是 ABC Mart， 因为 ABC Mart 在日本的价格真的普遍比台湾便宜超级多，真的超级多。我刚买了这双，很 Y2K 的感觉，那种有点塑胶风的感觉。最近蛮喜欢这种。哎，我刚刚算是1300台币左右。那还有这是我刚刚买的鞋子，小花花的 Vans， 用0.22的汇率去算的话是877台币。离开 ABC Mart 之后，我们就去1楼逛女装店。这间店就是一个很日系，然后又还蛮公主风，然后又蛮有气质的店。它的帽子上面还有个缎带，看起来像日剧女主角那种感觉。因为它这边折扣真的很多，就基本上很容易挑到你喜欢又在预算内的衣服。而且重点是质量都很好，都很多棉的、纯棉的紫色裙子、先生的衣服。你看，这件衣服的原价其实不便宜，但是重点是它打了4折，所以就其实超级划算。在 ABC Mart 买完2双鞋子，然后在刚刚那间店买了1件裙子跟1件衬衫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所以就心满意足的去退税，总共才花大概不到台币3500，我真的是节制到不行的理财小天才。把南波 City 逛的差不多之后，我们本来想要继续逛南波公园，但是因为购物袋实在是蛮重的，所以就打算回新斋桥饭店放东西。结果这群男生一出新斋桥的站就被 Onitsuka Tiger 吸引到，所以我们就又继续逛新斋桥上面街。等待晚餐前的一些空档的时间，我们就去在商店街上的 Parco 百货开眼界。然后我的结论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穷人的话，那 Parco 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消费水准。但是它的地下美食街是营业到半夜的，所以你如果半夜在大阪想吃宵夜的话，也可以来 Parco 买吃的。逛完新斋桥商店街之后，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南波那边，因为新斋桥商店街这边比较多那种国际精品啊，或是一些潮牌店，像是Champion啊，或是那种到处都有的 Uniqlo。南波有比较多我喜欢的日系的服装品牌。
逛完街之后，我们就去吃今天的晚餐，是烧肉吃到饱。但是在进去之前发生了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就是我定位给他定错日期了，定成隔一天。本来以为要吃不到了，结果那个店员跟我们说有一个75分钟的空档可以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支付90分钟吃到饱的费用，所以我们就接受了，简直就是战斗烤肉，努力在75分钟内发挥90分钟的价值。这间店有90分钟跟120分钟的吃到饱方案，然后都有饮料和冰淇淋的无限自助吧。肉质的部分是日本国产牛，我自己觉得很软嫩，牛舌、横膈膜还有一般牛排的部位，我自己觉得都很 OK，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个人人均大概才1000块台币不到。听我的语速有没有稍微可以体验到我们战斗烤肉的那种急促感？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还是有吃的蛮饱的。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准备回饭店休息。然后这是回饭店的路上，在新斋桥附近的大阪的街道。进了饭店之后，我又为了稍早在地下街看到了那件衣服，出门去把它买下来，又顺便多买了一条洋装。我们决定花钱做的跟协力车的东西，不是吧？那种游览车、观光车，一个人才300日元而已，大概才70台币左右，很便宜。在这天气那么热的，大概35、37度，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很需要。他带着我们逛大阪城，舒服啊，不用走路，舒服吗？舒服，爽。这种钱就是该花下去的。这个观光游园车的路线基本上就只是把我们从大阪城公园的门口载到大阪城天守阁那里而已。因为虽然他们都在大阪城公园里面，但中间隔了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在今天这种热死人的天气，我们就决定花一点小钱搭游园列车上去。到天守阁了，我们没有打算要进去参观，因为我有事先做功课，里面就是在讲一些大阪的历史，然后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只会在外面就是看一下这种传统的日式城堡。然后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在小红书看到别人来大阪城，建议可以在天守阁前面的一个小小的有点不起眼的日式庭园，在这边可以拍到还蛮好的天守阁的风景，然后又没有什么人跟你抢，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一个小庭院，可以看到画面中都没有人，所以我们就打算在这边拍个照，来看看这边的取景是不是真的就很日式的感觉，好像你是那种很有钱的大小姐在自己家门口散步那种风格。我们离开大阪城公园之后，就在附近的 JR 站搭车前往北野天满宫。出站之后可以途经天神桥商店街，然后在这个商店街的中间就会有一个小巷子可以通往北野天满宫。天满宫其实还蛮小的，尤其是在看了4天京都的一些神社和寺庙之后，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点可以不用来。或是你想来当然也是可以，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快就可以结束的一个景点。离开天满宫之后，我们就要直接去梅田吃午餐，然后吃完午餐就要开始一整个下午和晚上逛街行程。今天午餐是我弟朝思暮想的 Shake Shake。我们点了3份的 Shake Burgers， 然后还有一个起司薯条和3杯奶昔，奶昔有咖啡、巧克力和香草口味。然后它的 Shake Burger 其实就是一般的牛肉汉堡，然后会有起司，然后起司薯条就是超浓郁、超胖、超级好吃。然后我必须说，它的牛肉汉堡里面的牛肉咬下去真的是很多汁，会有热热的肉汁在你的嘴中化开的感觉，超级好吃。它有尖的感觉。对，它整个就是你会感觉你是咬，它整个是融合得很好的，我觉得。吃饱饭后，我们因为觉得阪神里面的专柜都比较贵，所以我们想要去其他比较平价的购物商场，像是 Head Five。所以我们在
要走地下街去 Hi-Fi 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地下街也超级好逛，有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然后它其实会有很多间店，可能都会买到可能一样款式的衣服，但是价钱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多看几间，再决定要在哪一间店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除了衣服以外，像是包包或是一些可爱的娃娃的店也都有很多。我们要去这一栋，有很多比较便宜平价的商场，大概约1到2000就可以有还不错的品质，然后男装女装都有，设计还不错，看版型还不错，看价钱也还不错。然后还有摩天轮，这一栋我有做过功课，就是说它里面有比较多我买得起的东西。据说隔壁的 EST 也超好逛，但我也不太确定，我待会有时间会去逛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很好买。但很遗憾是我们那个时候在 Hi-Fi 逛了很久，就觉得很累，就没有来逛 EST 了。下次一定。这件病子是何律明蛮喜欢的一间品牌，必须说他们家的男装真的很好看，就是很有设计感，然后看起来很时尚。但是呢，价格上会让何律明有点买不下去，所以我们在这边并没有买任何东西。Nico的价格在日本都非常划算，然后它也是很日系，然后设计感很不错啊，然后价格也蛮优惠的衣服，男装女装都有。虽然我们在京都已经逛过，但来大阪来逛逛看。我在京都的 Nico M 也有买这件裙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朴贤镇会穿的裙子，就是它在车旁边抽烟骂西巴那一件，它才56000日币，换算台币才大概1300而已。然后它其实没有很厚，但它表面看就是一个皮料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厚，所以不会太闷或太重，你知道吗？它蛮轻的，然后很适合可以冬天穿。昨天在长坡桥地下街，我也有在这间店买东西，它的东西真的是很便宜，看2520日币，大概除以4除以5。这边真是1500日币耶！天哪，1000元，1000元日币大概就是200块的程度。这是真的1000元哎，也可以买。如果是喜欢 Y2K 风格的话，就完全可以来这家店找自己喜欢的衣服。包包啊什么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本日もスーパースピード上野線にご来店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からユーズのコーナーのおすすめアイテム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こうと思います。这家店基本上就是卖各种近年流行的 Y2K 风格单品，从衣服、裤子、鞋子到包包配件都有。如果是喜欢 Y2K 风格的人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这间店当成是你的衣柜。这间店是我在梅田 Hi-Fi 唯一自己有买自己的衣服的店，因为我其实蛮多喜欢的衣服在前几天都有买的。然后这家店也是完全就是我的风格，我有买这件运动内衣，然后它的价格也超级便宜，1200日币而已。帮男生们做一下推荐，这边这一整条几乎都是男装了，应该是在4楼的样子。我们现在应该是在4楼。而且我刚刚有稍微看过，价格也是落在1000左右。我们在5楼。然后这间哈尔真的是我的爱店，它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的设计都做得非常的有层次感，非常的时尚，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件5000块以下的衣服会有的质感。但是缺点就是它确实有点贵啦，它价格大概落在3000、4000左右，便宜一点的话可能2000内这样。我等下上去林卡，想上云霄飞车，大阪车站。
来就有车厢可以坐，就现在变成要排队。我看应该是越滑会一点，不快吧？越滑排的人会越多，因为会日落，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累了，我们坐一下喝个饮你看才差，我有录你，拿东西下车。才差15分钟，能差那么多。各位，日本的藏寿司，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该吃的都吃了，我们已经没有对什么食物有特别的欲望，所以我们又来吃藏寿司。然后日本人真的很不爱藏寿司，这都没有什么人，没什么人呢，真的。藏寿司的河豚寿司，一个只要132元日币，不知道好不好吃。试试看，如何？你这什么意思？很辣？是你瓦萨比加太多吗？河豚肉好吃吗？河豚肉好吃吗？你还好吗？你中河豚肚吗？分享一下。没有，吃起来像什么？像河豚，是一般的鱼肉的感觉吗？比较难咬的鱼肉。哦，有嚼劲的鱼肉。好哦。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决定要往在大阪站旁边的鹿库瓦跟鹿库瓦110逛。然后我个人觉得，除了一些很常见的店，像是 HAR 跟 Urban Research 这些，可能我们在京都和大阪都逛过很多次的店之外，其实鹿库瓦里面的贵的单价还蛮高的，大部分都要台币2000块以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做了错误的选择，是在于我在网络上查到是说鹿库瓦1100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但我实际逛是相反。我觉得鹿库瓦1100比较多这种平易近人、符合小资族需求的衣服，反倒是鹿库瓦它比较多那种上班族和比较清爽女的类型的衣服，然后有许多衣服都落在2到3千台币左右。然后这件在鹿库瓦1100的叫做 Laco 的牌子，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它男装很多，然后也有一些女装，而且它很多特价的商品都落在1000多日币到可能3000多日币，就是根本换算下来还不到1000台币的东西。然后除了衣服之外，它还有像是一些美材的东西，像简单的眼影、化妆品，甚至还有美甲器材，整个逛起来有一种大创的感觉，但是又有更有质感的感觉。它衣服也很不错看，质料也还不错。很可惜的是，在鹿库瓦110的时间没有留的很多，他们就已经要打烊了，所以我们准备要就是去搭车回我们的饭店，隔天还要去环球影城。我在这里一个东西都没有买，反倒是和丽米买了一双 Dunk。果然每次买东西的都是负责陪逛街的那一个人。然后在晚上的大阪车站其实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很像是信义区的 Pro 版的那种感觉。然后重点是还很干净，路上真的是很难想象说这是市中心的地方可以这样那么干净，然后人其实也没有很多，很舒服。总结一下在大阪的购物建议，我觉得我的喜欢程度绝对是梅田大于南波，大于新斋桥。梅田真的是太好逛，但虽然我在梅田没有买那么多东西，因为我在之前已经有买到喜欢的衣服了，可是我真的是大力建议大家可以把多一点逛街时间留在梅田跟南波。我觉得没有逛到旁边的刚刚那间 EST Mall， 还有那个南波的南波公园，我真的觉得有一点遗憾，我下次一定会去逛的。